3天内胶片，却被退回一句太假了。观众不相信 AI 工具帮你省时省力，但能帮你建立信任感吗？这集小戴决定正面迎战 AI 广告的真实感危机。本集亮点：善用 AI 工具找出广告失败的原因。画面很美，但 AI 感太重，能调整一下吗？不是剪辑的很漂亮吗？到底是哪里露馅了？上集小戴用多款 AI 工具完成了一支高水准广告，还获得同事称赞，却在交稿后收到意想不到的回馈。这集他决定换个角度，重新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我上次看琳达用它做简报很方便，这次看看能不能也帮我找出问题关键。小戴来到 Notebook.lm 的网站，建立新的笔记，搜寻关键词 AI 制作广告 vs 观众的信任感，并加入资料来源。若资料不够，再继续搜寻与补充。小戴点选生成心智图与语音摘要，初步汇整资料，快速确认内容是否符合需求。当资料过于庞杂时，语音摘要也可自定聚焦主题。若资料来源过多，建议重新命名与编号，方便后续查找。如果是团队协作，还可以将笔记本分享给相关成员，点选共用，加入账号，设定使用者权限，只可阅读，还是可以编辑。当然，也可以将笔记本设为只要知道连结的人都可以点进来。如果将来停止合作，一样在这里删除权限，对方就看不到了。真是太棒了！善用新科技来学习，让我们可以更快速地优化自己。但这些只是网络上的内容，有些为带风向而写，有些则是未经校对的 AI 文章，只能作为参考，不能全信。不知道 AI 能不能直接针对我的广告影片给出具体建议？什么 ChatGPT 不能读 MP4， 听说 Gemini 很厉害，那我来试试看。小戴来到 Gemini 网站，上传广告影片，并请 Gemini 扮演专家角色进行评论，并将评论结果汇出成 Google 文件档。但因系统当机，对话中断，无法继续分析，只好再回到 Notebook.lm。他上传影片连结与 Gemini 回馈，再与 AI 对话深入优化策略，并将重要内容储存成记事。注意，对话视窗里的内容不会自动保存，一旦离开，再回来就是全部空白。有用的对话内容一定要自己储存成记事。字太多，看得眼花缭乱。小戴再次将记事转换为资料来源，再次制作语音摘要。用日常对话的方式更容易理解吸收，但我还需要一份更简洁的笔记，有更好的方法吗？如果想要将语音摘要内容可视化，可以透过对话请 AI 给你一份逐字稿，再将它贴到 Gamma， 选择摘要长文本，投影片字数多寡、样式，最后再简单校对，即可制作出配合语音的精美简报。太棒了，再也不用花大把时间慢慢整理笔记。那就来听听 AI 怎么说吧。好，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支你分享的广告，就是那个 Lumi 润感护手霜。哦，我知道那支，它标榜说全部都是用 AI 做的，对吧？对，全程 AI 制作。我们手边除了它的脚本，还有份资料是来自一位有30年经验的广告人，他做的分析。哦，30年经验，那很资深耶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拆解一下这支 AI 广告，看看它到底优点在哪，缺点又在哪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AI 做出来的广告少了真人拍摄，要怎么让你就是愿意相信它，愿意买单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。好。这支广告，如果从效率来看 ，AI 的优势真的很明显。怎么说？那个分析报告就有提到啊，它的制作速度很快，然后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。哦，所以对于那种可能预算没那么多，或是需要很快反应市场变化的品牌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选项啦。那技术层面呢？看起来怎么样？技术上其实做得还不错。你看它的画面啊，人物动作啊，就是从那个深夜赶稿到后来涂护手霜跟旁白的配合，都还蛮流畅的。好像没有那种很明显卡卡的或很奇怪的地方。对，没有太明显的破绽。他也试着在讲一个故事，对吧？我看到脚本写说，从那个对抗时间的疲惫感，然后转到产品可以提供温柔呵护，最后还说什么让生活不再粗糙。对，他有试图建立一个情感连结。产品本身的画面，那个护手霜的特写也给得蛮清楚的。这样看起来 AI 好像真的能做到不少事情。是啊，基本的广告元素它都有涵盖到。不过那个分析有点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。这可能也是你看到 AI 制作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会冒出来的疑问，就是
我该相信它吗？对，就是这个耶。尤其是他卖的是护手霜，需要传达那种呵护温暖的感觉。没错，这就真的很有意思了。明明技术可能做得很到位，甚至比真人拍摄的画面还要完美。对啊，可能皮肤修的超光滑之类的，但反而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。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。难道说不完美反而比较好？分析报告确实是导向这个观点，关键可能在于我们要追求的是真实感，而不是 AI 那种常常会有的过度的完美感。真实感怎么说？比如说，你看广告里面那个手的特写，虽然动作没什么问题啦，但那个皮肤的纹理啊、光影的互动啊，感觉有点太光滑了。好像有点假假的。对，太均匀，少了点我们真人手上那种细微的瑕疵，或者说生活的痕迹。我好像有点懂了。还有场景也是，虽然拍得很漂亮，可是有点像样品屋。对，就是样品屋的感觉，很新很美，但就是少了点锅碗瓢盆那种生活感。就是这个比喻。所以分析报告建议，与其追求技术上那种完美无瑕，不如在细节里加入一些不完美的真实感。有道理。另外，那个沟通方式也很重要。与其只是冷冰冰的标示 AI 制作，或许可以换个方式说明一下 AI 在里面扮演的角色，比如说 AI 捕捉灵感、人情感注入之类的。暗示说背后还是有人的创意跟温度在。对，让 AI 感觉更像一个很有效率的助手，而不是完全取代人。所以重点不是要藏着掖着说用了 AI， 而是要说明 AI 怎么帮忙，同时还是要强调人的角色很重要。可以这样理解。那个分析还提到情感连接的部分其实可以再挖深一点。现在是从疲惫到呵护。对，这个其实可以再拓展，比如说加入更多元的生活场景，像是做家事的手、弹奏乐器的手，让不同生活经验的人看了都能有共鸣。没错。然后旁白也可以再细腻一点，多描述一些比较真实的感受。那我想问一下 ，AI 广告是不是适合所有品牌啊？感觉如果是科技品牌，用 AI 好像很合理。那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强调天然手作的品牌呢，这样用 AI 会不会怪怪的？这是个好问题。品牌本身的那个调性确实要考虑进去，就是说形象要符合。对啊，科技品牌可能可以很大方的展示它的 AI 技术力，但如果是比较传统或者强调人情味的品牌，那就要更小心一点，要谨慎思考 AI 怎么融入，才不会冲淡了品牌原本的核心价值。没错，这里面的拿捏就是一门学问了。报告里也强调说，像是做 A/B test 或是收集使用者的回馈，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。对，然后根据这些回馈来不断调整 AI 广告的呈现方式，这个会变得很重要。还有像是版权、肖像权这些伦理问题要注意。所以总结来看，这支 AI 护手霜广告确实让我们看到 AI 在做广告这件事上潜力跟效率都很惊人。对，但如果要真的打动人心，让你愿意信任它，抛钱买单，关键好像不是在技术本身有多厉害多完美，没错，而是能不能很巧妙的在里面注入更多的人味，还有真实感。对，你抓到重点了，就是如何在那个效率和情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是的，让技术是帮真实加分，而不是反而取代了真实。这就是目前 AI 广告我觉得最大的挑战，但也是最大的机会所在。好，那这次的探讨带我们看到了 AI 广告目前的样貌跟挑战。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，就是当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逼真到搞不好我们都分不出来是真是假的时候，我们对于广告真实性的要求会不会因此改变？未来你会更在意一支广告是谁做的，还是它传达的讯息和感受本身呢？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下去。AI 的分析你认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虽然建议有道理，但重点可能不在广告内容，而是欢迎来到忍者妈妈 AI 小学堂。AI 广告该怎么建立观众的信任感？信任感很脆弱，一次失误就可能摧毁，但建立信任却需要一次次的正向体验。回想当年，从没有网络到网络时代，从实体商店到电商平台，品牌信任感都来自良好的购物经验。即便用昂贵设备、专业团队拍摄，如果广告让消费者产生错误期待，与实际体验落差太大，依然无法建立品牌信任。所以，最关键的是，不要误导观众，这比使用 AI 与否还重要。我不是专业导演，但我是个资深消费者，这是我的观察，你认同吗？我明白了，广告不能只有美感，还要有真实感，只要不对细节，就能逆转观感，建立信任。下一集，小戴将重新剪辑影片，能重新赢回信任吗？就在上片前 ，Gemini 恢复正常使用，同样是 Google 家的产品，Gemini 与 Notebook LM 的回答有何差异呢？下集一起揭晓。